好，把它接上来，然后把 HDMI 线接上来，这个顺序无所谓啦，反正到最后你再把这个电源插上去就对了。好，你看这是 BU10，好，这样子。那因为我们这一支是 USB 2.0 的格式，所以你用 USB 3.0 的截取卡，它也会降到2.0。这是 UVC 免区的截取卡，透过 UVC 转 iOS 转换器，在这个 iPad 上面显示。我们的延迟测试大概结论如下：电脑真实发出一个码表，跟电视其实有个延迟，这边大概是40 ms。然后呢，电视跟这个 iPad 的延迟这一段的差异是70 ms。我们要算的真正的延迟应该是这一段是多少？应该是70 ms 到90 ms 加上这个延迟，应该就是大概就是130 ms 左右，这样的算法才对，不能只是。你好，我是飞蹦。最近很多朋友问我说，这个免区的这个25元人民币的这个截取卡，是不是可以在这个 iPad 上面做使用？我想要让 iPad 当成一个外接的萤幕来使用。OK， 我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告诉大家什么叫做免区。这个故事发生在15年前那时候是2005年的时候，那时候 MSN、Skype 那时候很红也刚开始流行视讯会议，就有很多的厂商像罗技还有一些什么昆银什么什么的，就开始做这个 USB 的 Webcam。那时候每一家厂商做的 USB Webcam 插入电脑的时候都要安装驱动程式，很不方便。就是每一家的驱动程式都不一样。后来那个微软就说，好吧，我们就针对这个关于这 USB Webcam 的这样的东西，我们制定一个格式，叫做 USB Video Class， 简称 UVC， 就是你们现在听到的 UVC。只要你们符合这个 UVC 的这个规范的时候，你插入我电脑 Windows 就可以不用安装驱动程式，这个太好用了。后来 Mac 也跟进了，那一直时间就发生到2010年的时候，这个 UVC Webcam 就成为这个 Webcam 的那个居家良药的基本配备就对了啦。好，那后来那时候我在2010年的时候，我就想说，既然 Webcam 是免区的，那我做这种 AV 的截取卡，我可不可以做成免区的？我只要把 CVBS AV 的讯号转换成 Webcam UVC 格式，那我插入电脑不就免区了吗？所以这一支就是我公司创业第1年的时候创业做出来的这一支免区的这个 AV 端子的截取卡。所以你只要截取卡符合这个 UVC 的格式，你插入电脑的时候，电脑就以为它是一支 Webcam， 然后就可以使用了，就符合标准 UVC。好，那这个时间又过到了手机时代，安卓刚成立的时候，安卓后来到安卓5以后，安卓4以后，它也成了 UVC 了。所以你那时候就可以看到2013年什么 Nexus 7就开始就插入这个 UVC 的这个 UVC 的截取卡就可以使用。好，那很遗憾的 iOS 还是没有承认 UVC， 所以说呢，你要直接将这个 Webcam 直接插入这个 Lightning 这边是不会动的。好，那我公司为了要实现这个 UVC Webcam 可以在这个 Lightning 的这个 iPad 上面使用，我们就研发了一个产品叫做 UVC Webcam to iOS Adapter 转换器。也就是说，你今天的 USB Webcam 插进去，然后呢直接出来连接 iPad 就可以直接抓得到，不用驱动程式就可以直接抓到了。不用驱动程式是可以抓到没有错，问题是还要有相对应的 APP 就对了。好，这时候就是我们要怎么在 iPad 上使用，要2件事要解决嘛，一个是驱动层要解决，一个是 AP 层要解决嘛。驱动层就已经搞定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是 APP 要写就可以了，符合我们的游戏规则就可以使用了。所以我等一下接下来 demo 就是说如何让这个人民币25元的这个 UVC 免区的截取卡在这个 iPad 上面做使用。好，还有如何让 BU110在这个iPad 上面做使用，还有我要测试说延迟是多少 ，video latency 是多少。好，等一下第一个单元就是怎么操作。首先呢，我们先在这个 Lightning 的在 iPad 上面使用，这个是 Lightning 的 iPad。那这个东西你要准备这个叫做 Lightning 转 USB 3相机转换头，
这个是 Lightning iPad 的一个想成它的 OTG 线啊，就这样接上去。好，然后呢，这是 USB Webcam 转 iOS 转换器。好，所以这时候这个 USB Webcam 就接这个25元人民币这一支，然后呢，这个 iOS 这边就接这边这个 USB-A 的线材，然后接上去。好，然后电源再把它接上来，这样子。好，我们用这支摄影机做测试，这是一支 Sony 的摄影机。好，然后呢，这个将它的 HDMI 拉出来，然后再接到这边。好，我们来给你看一下。我们打开我们的 APP， 这个 UVC Player 打开。哦，有没有看到画面？我们等一下会告诉你延迟啦。好，这是第一个，这个是25元人民币的这一支。好，那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是这个 BU110这一支，这个原钢的 BU110。好，把它接上来，然后把 HDMI 线接上来，这个顺序无所谓啦，反正到最后你再把这个电源插上去就对了。好，我们再看一下，再打开这个 APP， 这个 UVC Player， 大概等个10秒钟。好，打开来，你看，这是 BU110， 好，这样子。那因为我们这一支是 USB 2.0 的格式，所以你用 USB 3.0 的截取卡，它也会降到 2.0。所以说，坦白说啦，这两支的效果在我的这个盒子是无差异的，因为他们都降到 2.0 啦，这个就降到 2.0 就对了。好，这是第一个那个 Lightning 的这个 iPad。那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是那个USB-C 的 iPad。USB-C 的 iPad， 这是 USB-C， 看一下这边。好 ，USB-C 的 iPad， 请你准备那个 USB-C 的 Hub， 你买这个200-300块就可以了，因为 USB-C 的 iPad 它没有锁，就是说你买山寨的也可以用啊，这个无所谓，一般的 USB-C Hub 都能用，接上来这样子。我们先用这个原钢的，然后再用那个25元人民币这一支的。好，打开来，接进去。哦，你看也是要有画面哦，这样子。好，那我们接下来换那个25元人民币那一支。一样，25元人民币就是把它接进来，然后呢，把这个 HDMI 线接进来，然后最后再插上电源，等10秒钟，等10秒钟。好，我们再打开一次。哦，有画面了。好，基本上就这样子使用了。那当然啦，我们除了刚才那个 UVC Player 之外，还有这个 Media Link Switcher， 这个可以做直播使用的。这个可以做直播，这边可以做全。这样第一个就是 iCapture， 就是它。第二个就是我用内建的这个镜头这一支。第三个我用第四个我用 Side by Side 这样子。反正这个就是个直播的东西。就是我们这个东西盒子做出来，我们有提供 API， 你可以设计成你自己要的 APP 就对了哦，就这样子。好，我们看完了操作之后，我们第二个单元就要介绍说怎么去测试这个视讯延迟。我坦白说啦，我这一支转换盒本身也有延迟，这个人民币25元的这支也有延迟。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做测试的时候，是你要把这整个当作是一个系统，这样整个系统的延迟，好，这个延迟大概也是到100 ms 啊。我就认为说是可以拿来看有线电视的节目、机上盒那些没有问题。如果真的拿来打电动，我认为还是有一点差强人意啊，因为一般的延迟打电动能够接受的延迟大概是在50 ms 以下。
那我们的这一支大概可以测到大概是90到100 ms 左右，这样整个系统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怎么测试的。一样的道理，我将电脑这边的 HDMI 出来，接一个分配器，一进二出，一个出接电视，一个出等一下接这个原缸的 BU110的截取卡，然后一样我们来比较说这个原始的画面从电脑打出来，透过电视的延迟是多少，还有透过 iPad 的延迟，我们真正在意应该是这2个的延迟啦，而不是这2个事情啦，因为这2个才是我们真正面对到的延迟就对了。好，我们来实际接给你看，就这样子接起来，跟刚刚一样，最后把电源插上去。好，然后我们这边打一个 pattern， 就是那个电脑上面打一个 pattern。好，然后呢，最后把 iPad 的 APP 打开来。好，开始了，我们可以这样子测试。等一下你们比较就是这2个其实是有差异的，这2个应该可以算是电视的延迟。这2个差异应该是说 iPad 跟你的电视延迟的差异，然后这2个差异才是我真正在意的真实的延迟这样子。好，我等一下用慢动作给你看一下。接下来我们要测试这一个整个系统的延迟，也就是说，这个25元人民币跟这一个 UVC 转 iOS 转接器结合在一起，这整个系统的延迟，在这个 iPad 上面的延迟，接上来，然后呢，打开 APP， 好，打开来，画面就呈现了，然后我就开始让它 play， 我这边让它 play 出一个画面，好 play 啊，你们注意看这2个的差异。跟这2个的差异是多少？这样子。